这个虾人意外穿越成阎王，竟看到秦始皇跪在面前。所跪何人？寡人乃秦王嬴政。郑哥，居然是你！快起来！郑哥，这边坐。阎王大人，注意规矩。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这里我说了算。阎王阁下，你认识寡人？郑哥，我是你粉丝啊。没想到寡人的事迹都已经传到地府了。郑哥，你一统六国，废分封，立郡县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，修长城，抵御外敌，为华夏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伟大的根基。后世之人都喜欢叫你迷人的老祖宗呢。几千年，没想到寡人的大秦居然可以绵延几千年。不错，我死而无憾。郑哥，你可能有点误会，其实大秦的国祚只有14年，秦二世而亡了。什么？寡人的大秦亡了？是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寡人的大秦铁骑天下无敌，还有猛将蒙恬，扶苏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大秦都不可能3年就亡了。你难道是六国余孽？哟呵！白痴！郑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秦二世不是扶苏？不可能，寡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写完了遗诏。可你的遗诏只有胡亥、赵高跟李斯知道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李斯不可能背叛寡人。如果你还活着，李斯肯定不会背叛你。但你忽略了一个问题，李斯不仅贪权，主张的还是法家，而扶苏则是儒家。胡亥上位，那我儿扶苏呢？公元前210年，扶苏死于上郡。我儿扶苏是如何死的？既然胡亥上位，那么扶苏就是他最大的威胁。于是胡亥剿赵逼令扶苏自尽，导致扶苏在上郡被逼自杀。那寡人的大秦又是如何亡的？据历史记载，胡亥一共杀害了33位兄弟姐妹，手段极其残忍，包括肢解、烹煮、活埋、用巨石碾压等等，他们的死法各不相同。而你最宠爱的女儿嬴因曼则是遭到了肢解。这个逆子啊，逆子！寡人要活剐了他。郑哥，会造成这样的结果，其实你也有不小的责任。难道是因为寡人没有立储？看来你也知道啊。扶苏太过迂腐了。但是胡亥的残暴还不至于亡国，他还做了什么？胡亥贪图享乐，荒淫无度，整日沉沦于阿房宫，所有朝事皆由赵高把控。成为宠臣的赵高权势滔天，为了排除异己，首先杀害了蒙恬、蒙毅兄弟，株连手下所有余党，又将曾经看不起他的官员全部杀害。这个赵高在寡人面前逆来顺受，背地里舍些手段。那李斯呢？赵高无脑，李斯怎可纵容？没用的，胡亥只信任赵高，李斯告皆无果，反被赵高诬陷，罗织了莫须有的罪名，屈打成招。公元前208年，李斯被腰斩示众，最后剁成肉酱，满门抄斩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大秦最后是怎么亡的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公元前209年，也就是秦二世元年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，起义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不是六国余孽，这是农民起义，是郑哥你所缔造的大一统王朝之后才出现的特有现象。区区几个刁民民变，如何推翻大秦？陈胜吴广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聚集了超过10万人。最后是陈胜吴广推翻了寡人的大秦吗？公元前209年，秦将章邯率领20万囚徒军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不到3个月时间，打破陈胜吴广起义军。我秦朝还是有猛将的。那我大秦为什么亡了？郑哥，农民起义势必天下大乱，你觉得六国余孽在干什么？六国余孽定不会放过这个绝佳机会。起义军败后，六国纷纷起兵造反了。公元前208年，章邯成功击败了齐魏联军，斩杀了齐王田丹、魏王魏咎、魏相周辅以及楚将项梁。章邯如此势如破竹，大秦岂会亡啊？公元前208年，章邯与王离率领的抗匈军队会合，围攻刚刚复国的赵国，史称巨鹿之围。其他各国的援军也同时抵达，却无人敢对章邯的军队开战。寡人怎么感觉局势一片大好啊？如此骁勇善战，寡人实在好奇，到底是谁能灭了我大秦？公元前207年，项羽率领楚军到达巨鹿，渡过黄河，命令全军破釜沉舟，只带3日粮食，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。秦军败了，章邯降了。巨鹿之战，章邯大败，大将王离被擒，向胡亥求援，却又被赵高猜忌。章邯唯恐朝廷降罪，带着20万大军投降了项羽。
可恶的赵高，寡人的大秦，神仙都难救了。这项羽难道是项燕的后人？想来最后推翻大秦的是这楚国的项羽吧？公元前202年，汉高祖刘邦称帝，定国号为汉。姓刘，不是六国余灭。这个刘邦又是什么人？你从没提起过此人。因为他只是个亭长。亭长？这楚国不会是被这个亭长灭了吧？不过如此啊。他在开心什么？他大秦不是也被灭了吗？不知道。刘邦斩白蛇起义，率领沛县3000子弟，先是投靠项梁，然后慢慢做大。虽然短学问，却富有远见；位高却能知错能改，傲慢却从谏如流；好女色却收放自如，知人善任，更是得道子房。韩信、萧何3杰相助。反观项羽，一身勇猛却傲慢无脑。楚汉之争长达4年之久，最后刘邦胜出，结束了这个乱世。寡人不甘心啊！如果寡人早日立储，大秦何至于此？汉哥，我可以帮你啊！大人，万万不可！这里我说了算。父亲他真的死了吗？皇帝留下了遗诏。那一定是大哥吧？公子亥，你想当皇帝吗？你只要想当皇帝，我就帮你当皇帝。可父亲他不是传给大哥了吗？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不行，要是被发现了，会遗臭万年的，肯定不行。公子亥，皇帝有20几位儿子，就算轮也轮不到你。错过了这次，下辈子下辈子你都没有机会了。可李斯怎么办？放心，李斯和扶苏水火不容，扶苏当了皇帝对我们都没有好处。我一会将李斯招来，你且看我脸色。真的可以吗？既然是为自己正命。我太想当皇帝了，我怎么做梦都想啊！他就是这么说服李斯的，合情合理。没那么简单。丞相，你大可放心，后面的事咱家都替你想好了。想好了。陛下赐扶苏自缢，丞相觉得如何？自缢？扶苏不是傻子，而且陛下如何手书？扶苏孝顺，为人迂腐，崇尚儒学。至于手书，丞相的小传独一无二，举世无双，何人敢不信？我写。我的丞相大人，咱家可都是为你们着想，谁当皇帝与我何干？但是你们机会只有这一次。公子亥，还不快谢过李丞相？谢谢丞相。去他的赵高，快让寡人还阳，寡人要杀了他们。皇子敢对燕王大人不敬。小妃无妨，都是小事。郑哥，你可想好了，只有一次机会。一次，此时还阳只能解决赵高，与我大秦无太大益处。阎王阁下，扶苏该如何？不愧是千古一帝，脑子转得真快。简单，我们先带走扶苏不就好了？小白能搞定吗？我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等等，阎王大人，是救我儿啊！早死晚死都一样，不都是一个死？这难道就是阎王要你3更死，绝不留你到5更吗？郑哥，你放心，勾魂而已，到时候再还回去不就好了？假死？理论上来说是的。撤。公子且慢，皇帝在外巡视，仅凭一个使者传召无法辨别真假，您再请示一遍，确认过后再自杀不迟啊。父亲命儿子死去，还要再请示什么？小白，干脆利落。扶他为首属耳。父亲，您来接孩儿了。送我接你个大头骨！蒙恬让你辨别真假，你为何不听？父亲，您让儿子去死，儿子不敢不从。你死了是真活该，迂腐。郑哥，从教育层面上来说，你也有错。你是何人，敢对皇帝不敬？哟呵！放肆！这可是阎王，是来帮我们的。阎王阁下，我儿他。小白，你一会托梦，让蒙恬保护好扶苏的身体。为什么不让小黑去？做梦很麻烦的。他长得太吓人了，你比较可爱。郑哥，接下来就等赵高回咸阳了，到时候看你表演。
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郑哥，阎王阁下，麻烦了。胡亥，寡人何时让你登基了？来人，快来人！先帝已经驾崩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，快将他们都杀了！你们站着干嘛？造反吗？我才是皇帝！陛下竟然活过来了！不行，快跑！小飞，赵高，以篡改遗诏，假传圣旨，罪不可恕，拖下去，腰斩示众。怎么，寡人说话不好使了吗？你们也想造反？啧，人皇就是人皇，都喊出武魂虚影了。帅！诺。真的是陛下回来了，陛下，臣罪该万死。李斯，你好得很啊！臣有罪，但是臣都是为了大秦的江山社稷。陛下，寡人的江山社稷还轮不到你担心。让蒙恬将扶苏带上来。扶苏，寡人路上跟你说的，你可记得？孩儿谨记。寡人的时间不多了，今天再给你上最后一课。父亲，你与寡人政见不合，无妨，但不可过度遵从儒道，改性子，不可太过迂腐，多与蒙恬、蒙毅商量军事，让外安内，一统天下，大秦就交给你了。父亲，孩儿慢慢学，您继续做皇帝。地府可不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地方。多谢阎王阁下给的机会。小事。来，儿子，杀了胡亥，为大秦再续千秋万代。郑哥，感觉如何？虽然是另一个世界的大秦，但是只要大秦的意志传承下去，在哪里都没有区别。不愧是郑哥，思想觉悟高啊！既然遗愿已了，是时候该入轮回了。小白再继人皇藩，继续让皇帝来。哼，阎王大人，你这样肆意妄为，要是被丰都大帝发现，咱们都玩完。地府又不是就我一个阎王，放心，乱不了。再说了，等那个屏障大圣来了，谁知道我做了什么？阎王阁下，寡人可以留下来吗？寡人也想看看寡人之后的皇帝做得如何。也不是不行。阎王大人，好了，人皇藩启动。手提3尺剑来闯天下，他居然赢得了天下。凤凰输了，麻雀有。汉高祖登场，有点帅啊！好你个刘邦，寡人与你不共戴天。朕乃大汉皇帝刘邦，此处应该是地府。来人高大威猛，龙纹黑袍，想来应该是皇帝。朕大概能猜到他为什么这么生气，可朕毕竟是开国皇帝，一生自认不入祖龙，岂可受他欺辱？看朕怎么治他！郑哥，我是你粉丝啊！好熟悉的台词。哼，这个人怎么贱贱的？他真的是皇帝吗？汉高祖刘邦，流氓皇帝，人送外号刘老三，从一介布衣苟到95至尊，仅只用了7年，很了不起吗？3年鏖战，苟到了项羽，摧毁大秦；4载奋斗，苟到项羽乌江自刎。我可能不是人，你才是真的狗。3句话离不开项羽。没办法，他确实是摘了项羽的桃子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就算差一点点怎么了？正所谓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兄弟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。朕确实不如子房，治理国事，缴纳赋税，朕也不如萧何，领兵打仗，管理军队，朕更不如韩信。可他们就愿意跟着我。反正靠己不如靠人呗。所以世人都说他是运气好得了天下。如此气运，活该他赢。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但不得不说，刘邦还是有点东西的，胸怀大志，广交好友，知人善任，海纳百川。他用自己一生的百折不挠，诠释了什么叫大器晚成，是华夏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战略家，是封建王朝里最厉害的皇帝之一。再厉害也比不上寡人的大义。对，郑哥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你好歹也是个开国皇帝，别让寡人瞧不起你。
骨气值几个钱？要那老石子骨气的项羽，最后还不是自刎乌江？朕要是争那一口气，也当不上皇帝。朕只是不依，比不上郑哥你啊，命好。什么命？孤有何命？孤的命好吗？我还未出生，便被父亲抛弃，2岁险些丧命，9岁归秦。本以为父慈母爱，谁知父亲死了，母亲他要亲人，不要我。吕不韦压制我，亲弟弟背叛我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你说的好命。哦，不是，郑哥，你情绪来得好快。我说的是秦国，秦国命好。我秦国本弱小啊，是我历代先王筚路蓝缕，是我秦人世世代代刀山火海，为国捐躯，6世之余啊，只顾历21载，颠沛流离，受尽苦难，方有今日秦国之强。大秦已经亡了。不是，朕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这一抹情绪能不能控制一下？好了，郑哥节哀。说回正事，刘邦，你作为大汉开国皇帝，我可以许你一个不一定实现的遗愿，你有什么遗憾吗？什么叫不一定实现的遗愿？我要怎么跟你解释这个不一定呢？阎王大人，你真幽默，容朕想想。回顾我这传奇的一生，你可以再骄傲一点。没想到有一天可以在始皇帝面前装逼。爽！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说实话，从布衣到95至尊，没什么遗憾的啦。非要说遗憾吧，那就是没有打败匈奴，白登之围，败得丢人啊！匈奴啊，寡人大费周章，不惜劳民伤财，也要筑起万里长城，最后也一样没有消灭他们。这个你们不用担心，华夏史上第2位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替你们弥补了遗憾，击败了匈奴。第2位千古一帝，寡人第一。汉武帝刘彻是朕的后人，是朕的后人哦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给寡人10年，不5年，寡人一样可以剿灭匈奴。不是我说，郑哥，这可不一定。大秦的问题一大堆，就算真给你5年，光内政都不一定处理得完。阎王大人，这个汉武帝展开说说。这个不急，要不了多久，让他亲自来跟你聊。刘邦看到刘盈如此年轻就死了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死了？小刘啊，你家该不会也是20而亡吧？他娘的，早晚整死你！刘盈，你快跟朕说清楚。看着眼前暴跳如雷的刘邦和跪在地上惊吓过度的刘盈，虾人叹了口气。老刘，你不关心你儿子死因为何吗？我管他什么死因，朕在问他大汉如何了。哟呵，敢对阎王大人不敬。再有下次，姑奶奶我让你魂飞魄散。刘邦，你真是个凉薄之人！汉惠帝刘盈，历史上第1个太子，公元前188年抑郁而死，时年23岁，在位7年，谥号孝惠皇帝。7年，父皇，我什么我？你快说啊！成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是你母后吕雉，不对，不应该，你是他亲生儿子，他没有理由害你。吕雉当然不会害死亲儿子，但由于你生前太过宠爱戚夫人，甚至想改立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，这让吕雉彻底怨恨上了他们母子。在你死后，他下手了。终究还是躲不掉，但吕雉谋害他们母子与刘盈有什么关系？你死后，吕雉利用手段将戚夫人打入冷宫，下令拔光戚夫人的头发，戴上手铐脚镣，穿上囚服，罚她日日舂米。刘盈看出吕雉的心思，就将刘如意带在身边，同吃同睡。傻子，保得了一时，保不了一世。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镇压吕雉，一劳永逸。话虽如此，但刘盈做不到。他不是皇帝吗？
吕雉干政，重用外戚，基本已经架空了刘盈。吕雉先是毒害刘如意，随后又将戚夫人砍去4肢，挖掉双眼，烧毁耳朵，毒哑咽喉，活生生做成人质，丢于茅房中。戚夫人，但最恐怖的是，吕雉竟然骗刘盈前去观看。莹儿受到惊吓的刘盈从此郁郁寡欢，终日饮酒消愁，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最后撒手人寰。后宫无皇后，皇位稳如狗。如果没有吕雉，汉惠帝也算是个合格的守成之君。难道朕的江山要改姓吕了吗？差一点。吕雉，历史上第一位明朝称制的无冕女皇。抛开心狠手辣、心性残暴不谈，她对汉朝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政治上大力推行黄老之学，提倡无为而治的政策，鼓励农民发展生产，减轻赋税徭役，废除三族罪、妖言令、邪书令，真正做到了惠及百姓，让整个汉朝休养生息。经济上推翻刘邦的抑商法令。重农而不抑商，为汉朝积累了庞大的财富。外交上，哪怕受到匈奴羞辱，也忍气吞声，继续和亲，忍辱负重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啊！只要大汉还姓刘，朕也不去计较太多了。我可真是呵呵了，呸，渣男！阎王大人，吕雉没有篡汉，那朕的大汉是否千秋万代？你想得美！汉朝的国祚405年，但是你的西汉只有210年。西汉一朝2分，有西就有东。老刘，你也不过如此吧？那也比你强。秦可是2世而亡，国祚仅仅14年。敢问阎王大人，为何大汉分东汉和西汉？王莽篡汉了。王莽，后世都说王莽是穿越者，等他来了，帮大家问问。阎王大人，王莽是何人？又是如何篡的汉？你不是没有遗憾吗？我尼玛！王莽可以水一级，后面再说。呸！狗作者。说回正事，汉惠帝刘盈。阎王大人，鉴于你生性善良，也算是为国为民的好皇帝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不一定实现的愿望。你有什么遗憾吗？阎王大人，我可以去看看我弟弟，向他道个歉吗？小白，哼，这种早夭的人一般都是转世受苦之人，早就进入下一个轮回受难去了。你也不必太过失望，说不定你弟弟这一世就是受难的最后一世呢。而且我都说了，不一定实现的嘛。他是谁？汉文帝刘恒。是我家老四代王刘恒。是的。人间帝王刘恒见过阎王阁下。文帝客气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始皇帝。这位是父亲。老四好久不见，8岁一别，至今已有39载。儿啊，辛苦了。孩儿不辛苦，命苦。多谢父亲从未教导过孩儿。多亏父亲从未爱过母亲。感谢父亲派我镇守边关。不然孩儿早已遭吕雉毒手。但凡你多看他一眼，他都活不下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那么多儿子，为何使这小子登基？总共也就8个儿子，5个因吕雉而死，剩下的3个，齐王刘肥不堪受辱，病死家中，除了刘长，只剩他了。吕雉为何放过他？吕雉其实也想杀了我，只不过孩儿避过了。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，因为他没什么威胁。仅仅只是没有威胁。刘恒的生母薄姬是个有大智慧的女人，身在后宫，不争不抢，为人低调。命运把她安排到了你身边，可你从来都不宠她。兴许是因为感到了同病相怜吧。吕雉放过了薄姬。母亲大智若愚，时常教导孩谦卑处事，低调做人，明哲保身，不争方可久活。对，人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。纵观历史，命运只眷顾活着的人。好一句废话。那为什么不审刘长？因为大臣们都觉得孩儿更容易掌控。
吕雉倒台，功臣集团重新掌权，又害怕吕氏死灰复燃，而刘长是吕雉带大的，自然不愿意让刘长继位。皇室后代又大多与吕氏有因，千挑万选，最后选中了刘恒。没有条件，一日杀4子，条件重要吗？孩儿初闻此事是万般不幸的。在吕雉的统治下，要是没有如履薄冰的谨慎，也活不到最后。使者多次前来劝说，我都婉拒了。送上门的皇帝为什么拒绝？万一有诈，岂不连累母亲？后来又为何接受？说来好笑，我与母亲商量了一夜，始终拿不定主意，最后只能一卦问苍天。可你依然谨慎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先让我的舅舅去皇城确认，又派我的亲信前去打听。当个皇帝，心惊胆战。皇帝可是高危职业。不仅如此，前去皇城的路上，3步一停，10步一等，就怕中了埋伏。我当初打项羽都没这么谨慎。你们以为完了？他行到皇城外，派亲信再三确定，就算亲眼看到百官夹道迎接，还是等了许久才赶进皇城。面对周勃亲手送上的传国玉玺和虎符，接都不敢接，逃也似的躲回府邸去了。阎王大人见笑了。没，我不是笑你，你这武让天下的演技，我叹服。演技？你不会以为他真不想做皇帝吧？送个皇帝都这么难，啼笑皆非。你都不知道，他登基前后判若两人，都把周勃吓得辞官还乡了。治一国如烹小鲜，猛火煮沸，小火慢炖，方可知味。寡人倒是开始好奇，他如何治国了？开玩笑，文景之治那是闹着玩的吗？阎王大人，何为文景之治？你和你儿子刘其所统治的时期，被后世人统称为文景之治，是始皇帝大一统之后，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。寡人倒是要听听，何为盛世？文帝执政期间，深知百姓的苦乐对于政权安定的意义，所以先后2次免除田租之办，最后甚至做到了全免田租，就连徭役也被减免为3年1服，思想之前卫，足足领先后世2000年，使得百姓家家皆有3年余粮。家家3年余粮，想都不敢想。恒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无为无所不为，有为有所不为，不争自有成。卧槽，谜语。牛逼，无儿牛逼。虽然，但是全免田租的话，那国库岂不空虚？小了。什么小了？格局小了。为了充实国库，文帝开放了属于国家的山林川泽，允许私人开采矿产，并且合理开发和利用渔盐资源，使得汉朝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国库也随之充盈。还能这样？不收百姓税，只收商人税。无为便是有为，不争时乃大争。不仅如此，在为国家和百姓谋福利的同时，刘恒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，更是以身作则，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，使得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。军事方面，全以保存国力为先，绝不轻易开战。种种举措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，真正做到了修身养息，国富民强。叹为观止，手段甚妙。嗨，这是我儿。阎王大人谬赞了，都是母亲教导有方。小刘，你教不出这种儿子。说回正事，汉文帝刘恒拟轻徭免赋，使百姓安居乐业，功德无量。本阎王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你有什么遗愿吗？敢问可否再见母亲一面？恒儿，娘亲，真是母慈子孝啊！与你何干？姓嬴的，我忍你很久了。哟呵，行了，别闹了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受害者。吾乃大汉天子，区阎王，不配审朕。哟呵，兔崽子，装啥装？父亲，你也在呢。到了别人的地盘，收敛一点。阎王大人，下盘棋如何？大汉棋圣，谁敢跟你下棋啊？哇！棋圣，恒儿，吾孙棋艺超凡入圣，跟他下棋要戴头盔。为何？他年幼时因输棋不悦，拿棋盘打死了堂兄刘贤，一局棋下出了个七国之乱。瓜子呢？寡人的瓜子呢？妻儿是刘备反了。对，还拉着其他6国聚众谋反。当初你杀他儿子，他就敢不来朝拜，朕是心软，可怜他丧子，姑且留他一命。没曾想留了个祸端，竟恩将仇报，当诛。不是，这是什么霸总发言啊？
爹放心，小小刘备不图挂齿，七国之乱不图倒栽，儿手拿把掐，3个月轻松搞定。呦！你还挺骄傲，也不知是谁，被吓得不仅腰斩恩师，还诛人家满门了。我告你诽谤啊！那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与朕无关。你老师晁错也反了？那倒没有。既然没有造反，你为何杀他？爹，你不懂，这七国之乱因他而起。你这锅甩的啪啪作响，有错吗？朕有错吗？他不让朕削藩，七国能反吗？你要不想削，他还能逼你不成？始皇帝，朕找你下棋，信不信？没大没小，削藩真要那么容易？你老子我早削完了，哪还轮得到你？啧，朱允文那小子还是运气差了点，一样的削藩，不一样的结局。父亲，你教我的大火煮沸嘛。要不是咱们家底雄厚，晁错的性子，为父知道那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，让他教书育人，研究学问，他是顶好的博士。可这权谋之事，岂能用他？你们这识人用人的本事，这小子没学明白啊！景帝3年，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，先后下诏萧左楚、赵等诸侯国的封地，迫使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、胶西王刘昂等七国发动叛乱。谋反的口号是请诛晁错，以清君侧。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奉天靖难，以清君侧。所以你就杀了晁错？我当时群臣都认为要息事宁人，所以孩儿就……你糊涂！那可是造反啊！叛军不仅不会议和，反而会嘲笑你软弱可欺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家国有难，你可有找周亚夫？孩儿找了，可他看不起孩儿，他居然让孩儿御驾亲征。换寡人也看不起你。但最后还是他力挽狂澜周亚夫，汉军10万打叛军50万，以少胜多，3个月平定七国之乱。牛逼！朕就知道跟你这小子一毛关系都没有。小刘啊，你这孙子有点名不副实啊！他这文景之治，明显是蹭他爹的呀！烦死了！朕就知道周亚夫可堪大忧。周亚夫刚一果敢，整个细柳营上下军纪严明，令行禁止，一人一军，拱卫长安，既免遭匈奴铁骑的践踏，又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嚣张跋扈，如何嚣张？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。朕去巡视军营，士兵们只认他不认朕。他对为父也是如此啊，但为父认可他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还有我儿刘彻，怎么说也是个太子，参观细柳营，他只是便服相迎，语气傲慢，毫无臣子礼仪，这是赤裸裸的蔑视皇权，死有余辜。你看看，当过皇帝的都懂，功高盖主，鸟尽弓藏。朕乃帝王，何错之有？你比你儿子差远了。是汉武帝刘彻晚年还知错能改，更是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。君王罪己，有失威严，不利于统治。死不认错，民怨沸腾，容易造反。说回正事，汉景帝刘启，你虽取得了流民寄归、户口一息、移风易俗、黎民淳厚的政绩，但你不仅开启了汉代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河，还腰斩恩师，冤杀大将周亚夫，一生功过参半，不予评价。也幸好你有个好父亲，不仅有丰厚的家底，还能混个盛世的头衔。你看吧，我说了他差点意思。好了，下一位可是大人物哦。哇，人皇藩都差点招不来的皇帝，确实费了点功夫。汉武帝刘彻，你可知罪？朕有何罪？阎王大人，您不是夸过他千古一帝吗？对呀。如果真如阎王大人所说，他打败了匈奴，那寡人应该能猜到他所犯何罪。我大概也猜到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都是皇帝，你们这样让我很没面子呀。那我也猜到了。尊都假都，老刘，你说说看。张良不在，这题他不会。打匈奴可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打战死点人很正常，何况是剿灭匈奴。阎王大人，你就直接说死了多少人。他穷兵黩武，贪功恋战，一个响指3600万人，少了一半。生灵涂炭，匈奴残暴且贪婪，如果不战，难道朕要看着他们践踏朕的山河而不管，辱杀朕的百姓而不顾？说得好，你是何人？寡人乃秦王嬴政。虽然解决了匈奴问题，但功在后世，罪却在当代。我觉得没必要啊，老四做得很好呀，继续和亲隐忍，慢慢壮大自身，到时候碾压过去，那不是最好的结果？您是高祖，敢问高祖，你曾被困白登山7天7夜，难道心中没有恨吗？这是两码事。这小子非常对我胃口。秦皇铸骨，汉武凝魂，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。话说回来，匈奴强大，寡人深有体会。就算汉文帝的盛世，攒下偌大的家业，恐怕也不足以扫平匈奴吧？那是自然。汉武时期人才爆发，他不仅娶了个好老婆，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，还有种种书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等等，独尊儒术，儒家如何治国？一群伪君子的自我安慰。郑哥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在后世要被唾沫星子淹死的。黄老之学博大精深，你说罢就罢了。无为而治，无聊透顶。汉武时期的独尊儒术，其实已经不是孔子的儒学了。为了便于统治，融合法道等多家思想，披上儒家的皮，形成的一种新儒家思想。外儒内法，用儒家教化世人，用法家稳固朝局，刚柔并济，既让百姓满意，又便于统治。这个董仲舒不简单。独尊儒术只是开始，唯有彻底解决内忧，完成真正的大一统，才能安心的攻打匈奴。内忧，藩王不是已经被我儿削的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，这不是还差一点吗？削藩第一神迹，千古第一阳谋，推恩令。用计削藩。是的，诸侯国的封地是世袭制的，都是由长子继承。朕觉得这并不合理，财产要平均分配才公平。提到推恩令，我就会想起他中山靖王第18代玄孙刘备、刘玄德。推恩令的受害者之一，被推成了知席范吕之辈，将土地平分给每个儿子，并且交由国家管理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回收土地，各国诸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牛逼！那匈奴呢？匈奴怎么灭了？这不是被你打断了？刚刚说到他娶了个老婆，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卫青、霍去病。提到他俩就热血沸腾。很强吗？强何止是强，你的杀身白血、猛将王翦，统统都不如。他们俩一个7战7胜，让汉匈之间彻底攻守一行；一个攻冠三军，风狼居胥，横扫漠北。长达100年的汉匈之战，随着他俩的现世步入战斗之巅。各种神兵天将，各种千里分歧，各种以少胜多，让人们一度怀疑北方第一大匈奴不堪一击。犯我华夏者，虽远必诛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这位子夫何许人家？哦，只是一个舞女。舞女又如何？谁规定舞女不能当皇后？卫子夫虽舞女出身，却是历史上公认的最为贤良淑德的皇后。司马迁都称赞她家夫的若斯。整个汉武时期基本都是围绕她的故事展开的。她不仅带来了史上最强嫁妆，生下了立太子刘据，汉武帝的托孤大臣，也是魏家的霍光，曾孙子更是孝宣之治的汉宣帝刘询。朕的皇后，朕的儿子，朕对不起他们。他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？因为他逼死了自己的儿子，逼死了自己的皇后，仅仅只是因为他做了个梦。刘彻，你刚刚不是问我你何罪之有吗？你贪生怕死，听信谗言，导致巫蛊之祸，因此事件受害者达数十万人，你还敢说你无罪吗？我是正常的男人，我很厉害的。不是什么鬼啊！我真的很厉害。
汉武帝刘彻，你的一意孤行，让整个汉朝摇摇欲坠。不论你的功劳有多大，你难道不怕你儿子成为亡国之君？阎王大人，你不是说汉朝的国祚？朕留下了4位托孤大臣，而且霍光绝对不会背叛朕。你为何如此笃定？郑哥也在这里。李斯的忠心毋庸置疑，但李斯的行为有史为鉴，你怎么能确定霍光不会篡汉？朕立了太子。刘弗陵才8岁。年幼的帝王，老谋的托孤大臣彻儿，你怎么想的？那肯定是没人选的，也就是运气比寡人好点。寡人要是死在咸阳城内，就不会有汉朝了。啊，对。哼，你拿权力考验人性，百姓食不果腹，人在吃不饱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这一点老刘最清楚。不会的，朕安排好了一切。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儿子刘弗陵是个傀儡皇帝。父亲，弗陵，你为何如此年轻？刘弗陵在位13年，8岁登基，21岁去世。是不是霍光？朕要剐了他。不是的。虽然霍光干政架空了孩儿，但也只能怪孩儿自己不争气，孩儿是病死的。刘弗陵在位期间，虽然了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，但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由霍光主导。那你死后，我大汉岂不是？阎王大人，您不是说王莽篡汉吗？怎么又变成霍光了？别急，刘弗陵死后，霍光扶植了另一个傀儡皇帝上位，汉废帝刘贺。原来废这个字也能作为皇帝的称号，丢人。刘贺不愿做个傀儡皇帝，便与心腹密谋除去霍光，但不慎被霍光察觉，在位仅27天就被霍光罗列了1127件罪状，废除了皇位。多少？牛逼！目无王法，左右帝位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与吕后何异？彻儿，你实在是太糊涂了。不应该，怎么会？我儿是亡国之君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？阎王这是共情了吗？感觉更像是疯了。终于认错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系统正在启动中，开启进度1%，剩余99%。打开系统面板。任务1，获得秦王的真心感谢，汉武的真诚悔悟，完成将开启最强阎王系统。阎王大人怎么了？又哭又笑的，不会是疯了吧？估计是压力太大了吧。他有什么压力？活不都是我们干的吗？他是领导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穿越第8集才开启系统，妥妥的最废穿越者。弗陵你儿如何？是否可以牵制霍光？那个，我未有子嗣。什么？当了10几年皇帝，木有子嗣，难道？你们在看哪里？我是正常的男人，我很厉害的。不是，什么鬼啊？我真的很厉害。不是，现在是在乎这种小事的时候吗？他不小啊，老大了。完了，全都完了！阎王大人，我大汉是不是彻底完了？小刘，别激动，大汉还没完。大将军肯定是忠于大汉的，父亲，您留下的烂摊子，一般人收拾不了。虽然孩儿有点小聪明，但在治国上确实不如霍光。大司马霍光在汉武帝死后，遵循武帝法度的前提下，又采用文帝的治国方针，休养生息，轻徭薄赋，硬生生将风雨飘摇的大汉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大战之后有如此能臣，也算是百姓之福。这个霍光能有无为之心，想必也会遵循道法自然，应该是不会篡汉的。幸好，朕没有选错。你们会不会高兴得太早了？刘弗陵死后，霍光的权力达到了巅峰，大到禁军统领，小到看门小吏，整个未央宫都是霍光的人。你们都是皇帝。小刘啊，你手提3尺剑闯天下，而霍光的刀已经架在你们老刘家头上了，你说他砍还是不砍？刘彻，你觉得呢？换你们砍不砍？各位都是皇帝，霍光已经权倾朝野，你们觉得他会不会篡汉？砍下去，他就是皇帝，为何不砍？其实霍光不具备篡位的条件。刘邦不就是造反起家，谁不服就打谁，不同意全杀了。是皇帝，时代变了。你个毛头小子，你们的汉朝也是篡了我大秦的。就算没有高祖，不是还有个项羽吗？成王败寇，大势所趋。而且天下苦秦已久，暴秦才是你灭国的主因。你爹穷兵黩武，劳民伤财，暴武也不为过，又能比我大秦好多少？好在我不是胡亥啊！我操无情！爽！好生伶俐的娃，这小子出生就异于常人，怀胎14个月才降生，你就差把自豪写脸上了。烦死了！汉朝人多势众，靠北哦。你不纨绔又如何？还不是霍光掌权了？情况不同的，霍光掌权是因为我想让他掌权。怎么回事？细细说来。父亲你走后，孩儿8岁，孩儿很清楚，我阅历尚浅，不足以担此大任。而霍光是我觉得唯一能挽回局面的人。为何？因为霍光是个极度自律的人。确实有传言说霍光有强迫症，每次进宫走多少步，踩哪一块砖，走多久时间都分毫不差。传言是真的。我相信他不会造反，且有力挽狂澜的能力，才决定放权给他。这又是哪门子的依据？这种人为什么不会造反？因为不完美。这样极端的人做事情往往会考虑的非常全面。霍光有兵权能调动，但是要造反，什么理由？士兵都不傻，凭什么跟他拼命？霍光有权力能左右地位，但是篡位什么名义？朝臣凭什么支持他？他霍家根基不过2朝，人才底蕴都不多，就算造反成功了，我大汉可还有方王外戚的，他有把握守住吗？所以我相信霍光他爱国，不会造反。爱国，冠冕堂皇。你还别不信，我跟你打赌，刘贺不行，下一个扶植的皇帝肯定还是我刘氏子孙，而这个人非常有可能是刘病已。卧槽，你是穿越者吗？我都没说你就知道。刘彻这小子从小就这么聪明吗？福临，这个刘病已是谁？父亲，你忘记了吗？比我小3岁的曾孙啊，大哥刘据的孙子，在牢里长大的那小子。你大哥的孙子？我想起来了，巨儿的孙子刚出生就进了大牢，后来我发现的时候，把他给赦免了。是啊，你把他养在掖庭，怎么又跟他扯上关系了？霍光如果要培养一个傀儡皇帝，这小子是不二之选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阎王，你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刘贺会搞事情啊，刘病已就不一样了，在民间长大，朝中没有势力，还有嫡系血脉，完美的傀儡皇帝。卧槽，这小子有点妖孽啊！确实没人比他更合适了。你怎么知道他？我没什么朋友，一次意外知道了他。这小子有趣的很，宫里人都很笨，但是他能跟上我的思维，我就觉得他并不简单。当时照顾他的是丙吉，我就让丙吉多教育他，多读点书，学点东西，将来也打算启用他。只是没想到你自己英年早逝，控制霍光，培养刘病已的计划全部都无法实现了。刘弗陵，你真的很聪明，猜得很对。刘贺被废后继位的确实是刘病已。苍天啊，为什么我大秦没有此等后人啊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病已这小子机灵得很，阎王大人，他死了吗？交下来一起玩啊！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呢。
孙侄儿，你到地府了？你是叔祖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突然不告而别，霍光突然找到我，让我当皇帝。进宫后看到你的画像，我才知道这几年帮助我的，居然是我叔祖。不错，省去了很多废话。你快跟我爹说说，霍光造反了吗？汉武帝也在，还真在。您还没下地狱呢。啧，大胆，我可是你曾祖父。怎么都死了还不让人骂两句？你个一自己三族的老糊涂！好了，江山易主，别的了便宜还卖乖。汉宣帝刘询，说说霍光吧。你是谁？我乃地府阎王。那霍光造没造反，您不是应该知道吗？他们不知道啊。并以霍光造反了吗？没有，我隐忍了他几年，念在他为大汉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顺便送他9族陪葬。一个不留，霍去病的后人呢？一个不留。什么情况？这么劲爆？他该死！呸！霍光杀了他一生最爱的人。顾剑情深，这小子还是个情种。哇！并以怎么回事？顾剑情深是什么故事？还是我来说吧。刘病已还是平民的时候，就与许平君结婚，并许下贫贱不相移、富贵亦相知的誓言。后来他当了皇帝，霍光逼他必须立霍家女儿为后，他不同意，非要立许平君为后，并用诏书写下一封千古情书来告诉世人他与许平君的情谊，最后导致霍光不满，毒死了许平君。你小子用诏书写情书，还名留青史，牛逼！你小子不听后半句的吗？就因为这个情书，人死了。霍光试探我，害死平君，此仇不报，难消心头之恨。我怀疑你小子借刀杀人。你再说一次。你小子借刀杀人。皇帝多了也挺麻烦的，小白处理一下。刘彻，你大爷的！小混蛋，老子打不死你！人间是非阴阳断，轮转六道多苦海。死都死了，还这么闹腾，你们不会想下辈子投胎畜生道吧？这下都老实了。并以父亲他只是老糊涂了，都过去了，算了吧。打了一辈子的战都不怕，老了既然怕一个木头傀儡，确实是老糊涂了，丢人。这小子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，心中怨气如此之大？委屈，岂止是委屈？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，是汉武帝时期太子刘据的孙子，也就是刘彻的曾孙。刘据不是因为巫蛊之祸被逼自杀了吗？刘据兵败自缢后，其子刘进一家惨遭连坐，可能是因为刘病已还小，刘彻并没有处死襁褓中的婴孩。我当时就不该可怜这个小混蛋。你还好意思说几个月大的婴儿？你虽然没有处死他，可你将他打入大牢，任其自生自灭，与处死何异？流着嫡系血脉，就算不是皇帝，也该是个闲散盲眼。一个心智未开的婴孩，却沦为阶下囚。刘彻，你好狠的心，这不是活下来了吗？对，说得很好，下次别说了，一个芋头都比你有人情味。要不是我放了他哪来的机会做皇帝？那是你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，你就庆幸吧。幸好你没杀他，不然你们西汉哪来的孝宣中兴？搞不好直接团灭了。后面的事情我知道，父亲借着大赦天下的名义，将刘病已放了出来，扔在掖庭抚养。这个掖庭是什么地方？就是宫女的住所。我勒个豆！其实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。掖庭起码好过暗无天日的牢房。那个时候他整日混迹街头，要不是机缘巧合被我碰见，暗中培养，恐怕最后真是个傀儡皇帝。我还在想丙吉哪来的钱送我上学堂，后来宫中见过你的画像，才恍然大悟。可惜此事无人知晓。没关系，就当我们之间的秘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得不说，也亏得刘病已在民间长大，没有帝王家的傲气，加上他自身聪明伶俐，才能够斡旋于霍家掌权的朝堂之中，将这天下又拉回了老刘家。霍光当时找到我，跟我说准备，你要当皇帝了。
要不是看他人多，我差点把他打一顿，骂上一句神经病。你一直不知道自己皇室血脉的身份吗？不知道呀。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丙吉不告诉他，应该也是为了他好。我那时候刚与平君成婚不久，如果我早知道当皇帝会害死他，我是绝对不会去当这什么破皇帝的。你难道没觉得你自己也有责任吗？我怎么会害他？他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。我觉得刘彻说的可能有点道理。你想想你当时的处境，霍光要立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，你与他作对，不是逼着他们除掉许平君吗？不，我写下固谏的诏书，是要表明我的立场。霍光虽然专权，但他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只要我听他的话，他一定不会祸及平君。对，霍光不会出手，可你千算万算，算漏了祸险，霍光的老婆才不会在乎你，他只想让自己女儿当皇后。虽然固谏情深，南园遗爱的故事很感人，但如果你选择退步，就像是你隐忍霍光一样，隐忍霍成君当皇后，待到扳倒霍光，再扶正许平君，那不就是完美结局了吗？好像有点道理。所以我真看不出来他哪里聪明啊！你们不懂，你们根本不懂。平君跟着我吃了多少苦，我自己受委屈没有关系，但是他绝对不能受一点点委屈。故作情深，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罢了。刘彻，我日你祖宗！他好像在骂我们，他就是在骂我们，干他！再一次善意的提醒一下哦，这里不能打架。你们西汉历史从下往上看，后代看祖辈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可这后代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，苍天不容啊！郑哥，你还别说，汉宣帝刘询前半生虽然跌宕起伏，可自从霍光死后，他就跟一路开挂了一般，能文能武，算得上是一位完美的帝王。要不是我给他打残了匈奴，你看他完不完美？你还好意思说打个匈奴，一摊子烂账。刘彻你一手好牌，打赢是正常的，但是杀敌1000自损800，高开低走，令人惋惜。可刘询就不一样了。天崩开局，从傀儡皇帝一路走到孝宣盛世，犹如时空逆转一般，将西汉扭转到文帝的时期，经济繁荣，四海升平。我就说这小子厉害吧。今天又要说一回正事了。汉宣帝刘询你让百姓在战后得到修养，将西汉重新推向巅峰，一生功绩卓越，本阎王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，你有什么遗愿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你做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阎王大人，我可以。你的遗憾，观众都知道。情人別後永遠再不來。平君，我对不起你。没关系。虽说你的爱情故事很感人，但你也因为自己的偏爱，为西汉埋下了灭亡的种子。接下来有请汉元帝刘氏。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，竟敢把老孙勾进地府！今天这事没完。来了。不堪一击！无色，猴子来了。七星亮剑，命定之事。丰都大帝那边，无妨，大势所趋，天道默许，他又能如何？稍后罢了。丰都大帝，有只猴子自称美猴王，大闹地府，打伤了很多阴兵阴将。不必管他，随他去吧。是。西行亮剑，你可有把握？娘娘，这个因果是刀斧欠下的，如今因化身轮回，幽冥自成一界，再加上他，何惧之有？就因为那个变数，足以。阎王、虾仁有据。
你就是阎王。猴哥，猴哥，我是你粉丝啊！猴哥，没人拦你吗？呵，你们地府不堪一击！卧槽，又在这里耍猴呢！猴哥，这是生死簿，记载着你的寿元以及花果山所有猴子猴孙的寿元，你随便撕。有点不对。什么不对？程序不对。你应该先嚣张，瞧不起俺，然后俺揍你一顿，你怕了，才心不甘情，不愿拿出生死簿。不是，猴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猴哥，你看，咱们既然知道流程了，就跳过那些不开心的过程，生死簿给你，交个朋友。不捅你一顿，俺不舒服。我操，无情！我真心跟你交朋友，你居然想捅我。商量一下，你那么大根棒子，我受不了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不捅一次阎王，俺不甘心。一人一下就一下。妈卖批，这猴子有强迫症。猴哥，这金箍棒也太大了，好痛。没事的，第一次都这样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我尼玛，猴哥，这生死簿，你直接撕了吧。我他妈要能撕，我等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能撕，要不送你了。你就说你抢的。行，你这小老儿懂事，看你这么诚心的份上，俺老孙就不跟你们计较勾魂的事了。为猴哥马首是瞻。对了，猴哥，跟你说个事。哎，我说的你可能不信，但你最好信一信。但说无妨。你大闹完地府回花果山后，会有个白胡子老头说服你去天庭当官，你最好别去。天庭多大的官？一点点大。不对，好像不去天庭也不行，不进太上老君的炉子，练不成火眼金睛。前期剧情记不太清楚了。对了，猴哥，你师傅我操，无情！什么情况？圣人的名字不能提吗？俺师傅还有这天雷，看来你这小老儿知道点什么。俺老孙信你一回，真有人找俺老孙上天，再来寻你。卧槽，我被雷劈，你就信我？我尼玛！猴哥，我刚刚说着玩的。俺老孙看你这草帽不错，借我玩几天。猴哥，那是我花钱买的授权啊！靠北欧，真的是。阎王大人，你就这么把生死簿送给他了？什么话？你这是什么话？什么送？明明是他抢走的，你没看到吗？那么大一根棒子，你受得了？呵呵，反正风都大帝来了，我肯定如实禀报的。那是猴子的账，与我无关。随你，反正生死簿没了，死无对证。哼！恭喜宿主接触主线人物，系统开启进度99%。我擦，系统姐姐，我都快忘记我有系统了，怎么才99%？什么时候给我送新手大礼包啊？喂，关键时刻又不讲话，烦死了！猴哥既然是主线人物，那我可不能在地府猫着，地府要找个人代班呢，找谁呢？郑哥。阎王大人，你叫我。郑哥，想不想过瘾？阎王大人，你知道的，寡人最烦女人了。什么女人？男人就更不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有事出去一趟，想让你代班。代班？有没有兴趣做一回代理阎王？我可以吗？我看你能知过去未来，还可以给皇帝剧透，我不太行吧？怎么不行了？这里记载了从你大秦往后，直至最后一个皇帝的历史。我会让小白、小黑协助你，怎么样？玩不玩？嘿嘿，那我试试。郑哥，看你的了，等我回来。有变数。猴哥，我来了。哎呦，来人啊！谁来救救老身？这荒郊野岭还有人求救？下人刚刚行至花果山脚，就遇到老妇人求救，觉得这不是巧合，
西游世界都喜欢化形骗人，不是神佛就是精怪，怕不是哪个大能发现我了吧？还是先避避风头吧。就在虾仁转身之际，丁，检测到系统接触支线人物观世音菩萨，请宿主答应观音的请求，完成任务将开启系统。居然是观音，他为什么在花果山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不应该呀。友情提示：观音对你抱有警惕。听到系统提示，虾仁有点犹豫不决，但是开启系统的任务又不得不完成。系统姐姐，完不成任务有惩罚吗？你先试试，不行就抹杀。我尼玛，试试就试试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年轻人，行行好，救救老身吧。丁，观音请求你救救他，是否接受？不接受。虾仁看着地上的观音，知道他并没有受伤。你怎么发布个任务还带陷阱的？本系统拥有最终解释权。奶奶，你受伤了吗？我都躺地上了，还不够明显吗？年轻人，这个山林间多有猛兽，老身如今有伤在身，不便行动，你方便送老身回家吗？丁，观音请求你送他回家，是否接受？不接受。有猛兽您还出来？是家里没人吗？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没有善心吗？虾仁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观音演戏。奶奶，地上凉不凉？我一个老人家倒在路边，你问我地凉不凉，我立马让你凉，信不信？年轻人，你可以先扶老身起来吗？丁，观音请求你扶他起来，是否接受？哎呀，老奶奶，你怎么摔倒了？这里不让睡觉，像我这么善良的人，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我扶您起来。面对如此无耻的虾仁，观音在心里控制不住的怒吼起来。你刚刚不是这个态度啊！丁，恭喜宿主无耻的钻漏洞完成任务，最强阎王系统激活成功，新手大礼包已经发送。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？这是智慧赌优柔。这个混小子，等我摸清你的来头，再请你去南海做客。虾仁扶起观音后，不带一丝犹豫，转头就走。找个地方看看新手大礼包去。等等。走了，此子断不可留。幸好我溜得快，打开新手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新手技能抱头痛哭。等等，什么玩意？新手技能抱头痛哭。我哭还是你哭？抱头痛哭，无视境界环境，让对方抱头痛哭1分钟。使用限制1天3次，效果可叠加。不是仙魔世界，你整这死出抱头痛哭是什么鬼呀？我尼玛，还最强阎王，我看是最搞笑阎王吧。施主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这是不装了吗？为何来此？我说我是来旅游的，你老人家信吗？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本座只能超度施主了。等等，您是观音，不应该慈悲为怀吗？所以是超度啊。卧槽，使用技能抱头痛哭。什么情况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哇，强不强？无视境界，硬控1分钟，牛逼！那你还不快跑？没有攻击技能吗？你疯了？我不是最强阎王吗？最强又不是无敌，删了观音，你打得过如来吗？麻烦宿主低调一点。你特么说得好，有道理啊！看着抱头痛哭的观音，虾仁明白自己还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，还是先回地府苟着吧。野生的观音哭得这么伤心，失恋了吗？要不要过去慰问一下？观音道友，滚！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是来找猴子的。对，找猴子去。可恶，不仅遭人暗算，还被太白这老家伙看到了。别让我知道你是谁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虾仁当甩手掌柜，让嬴政接手代理阎王，刘邦忍无可忍。殿下何人？为何不跪？是啊，你来了。父亲您在，孩儿想你了。汉元帝刘氏，你可知罪？别理他，是儿。
可他不是阎王吗？他是始皇帝嬴政。阎王出差，他就是个代班的。您是汉昭帝刘弗陵，这位是高祖皇帝。见过高祖。那这位是？不，你也当他不存在。你个不孝子孙！可恶，下人为什么不找我代班？我也想当阎王呀！你们可知，你们西汉马上就要亡了。郑哥，我们刚刚开玩笑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不爽我呢。你特么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怎么会呢？郑哥，您说，我等洗耳恭听。哼，汉元帝刘氏在位15年，历经大小天灾疫情10几起啊！你们看看，西汉也不怎么样嘛，这就是你们窃国的天谴。我大秦本该千秋万代。嬴政小儿，早晚揍你！是因为天灾才灭国的吗？还好。你小子什么意思？对了，刘询在位时说过，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臭小子，你说清楚！吾儿好鞋，沉迷不能自拔，大促去哪买大牌跑鞋没套路又省钱。推荐用识货 APP， 平台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，直接替你找全网真底价。像李宁、亚瑟士、安踏，只要200-300。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筛检才能收录，标志安心购的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。进评论区链接新人还送现金福利。视而好儒，我当心他上位后大兴儒道，招来灭国之灾。但嬴政不是说了吗？是天灾疫情，与我儿无关。我什么时候说是因为天灾疫情了？你刚刚天灾疫情而已。不过这小子做得不错啊，救济百姓，还经常大赦天下。有儒者风范。10几次天灾，他救济10几次，还经常大赦天下？也不是，一开始救济，后来没钱了，只能大赦天下了。卧槽，国库呢？我那么大的国库呢？确实，刘询的国库是西汉最大的国库了，可惜呀，没几年就败光了。你他妈没脑子吗？胡乱开仓，能到百姓手上，十不存一。你他妈有没有脑子？老子那么厚的家底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傻儿子？国库出去，到百姓手里能剩多少？一头牛出去，层层剥削，还剩个毛。666，文景之治开先河，一个汉武白忙活，昭宣中兴又怎样？后代不行都白干。这一顿操作后，地方豪强估计壮大不少。那可不。不对，非常不对！我留下了3位扶正大臣，他就算什么都不做，我大汉也不可能亡。这话好熟悉啊！我是不是也说过？对，你儿子好像做了什么，又好像没做。他眼睁睁地看着外戚宦官逼死辅政大臣，然后重用宦官。想必大家都知道重用宦官的后果吧？外戚干政，吕雉的教训不够痛吗？阉人干政，乌烟瘴气，废物。哟，你们刚聊到汉元帝呢。阎王大人，你这么早回来了？郑哥别失望，我还要去闭关，打不过观音，死都不出关。真的吗？一会要是有人来找我，你把这个给他，猴哥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大家都听话点，别给我惹麻烦。郑哥玩得开心，我撤了。阎王大人，靠，慢了半拍。我们说回正事，汉元帝刘氏，你虽胸有大志，但你无能呀。汉武帝和你父亲好不容易打败了匈奴，你转头又恢复和亲，昭君出塞，不可谓不惋惜啊。我也后悔啊，那可是不可多得的美人啊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混小子，我今天必须揍他一顿，你敢拦着，我连你一块揍。揍吧。白姐，他们这打架你不管管？哪里打架了？这是教育，这是爱。牛逼！郑哥，你不是说我大汉亡了吗？到底怎么亡的？刘氏娶了个好老婆王政君，参考吕雉，不过没吕雉厉害。所以我西汉是亡在外戚手里。也不全是，算了，一次性讲完吧。你们西汉最后这几个皇帝，一个比一个废，看得我那叫一个开心啊！不好意思，没忍住，最后这几个皇帝也没必要来了，太废了，看都不想看。让我们有请
西汉的终结者，新朝的开国皇帝王莽登场。刘邦，郑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干什么？磨刀啊！大半夜的，你磨刀干什么？你不是说王莽要来了吗？卧槽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要砍我呢。原来是砍王莽啊！不然你以为呢？回去聊，让我们有请汉朝的终结者王莽登场。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？让我们有请王莽登场。不应该呀，瞎阎王都是这样的呀。傻逼！白姐，怎么回事？阳寿未尽啊，来吃。哟，还代理阎王呢？白姐，还是我来代理吧。郑哥好像脑子不行。好你个刘邦！这个是阎王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要是有得选，我才不想看你们乱来呢。你们只审皇帝，其他冤魂都是鬼差处理，地府的临时工都不够用了。多设几个阎王殿不就好了？把流程分开，每个殿处理不同事务，然后移交下一殿。走完几个殿，就可以决定下地狱还是进轮回了，不是？不管地狱还是轮回，都不能缺了一双好鞋。大促去哪买大牌潮鞋，没套路又省钱。推荐用识货 APP， 平台能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直接底价入。你看阿迪到手才100多 ，Vans 不到200。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才能收录，标识安心购的有正品保障，假1赔3。进评论区链接，新人还送现金福利。有道理。风，小白呀，我来找阎王，他在吗？风度大帝是不想，这些皇帝知道他的身份吗？阎王大人他闭关去了。闭关？看白姐的反应，想必是个大人物。一会要是有人来找我，你把这个给他。这位大人，阎王大人留下了东西给您。他有东西留给我，难道他知道我会来？妙在西游记，不知他有何深意，你们继续玩吧。对了，这位小友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多设立几个阎王殿，等你们阎王回来，小白你提醒一下。是。丰都大帝这是要分权了，终于要打呀，瞎阎王了嘛，看他还敢不敢乱来。白姐，刚刚那位是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大人不说自然不想你们知道，还皇帝呢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啊！阎王老儿何在？猴子，你又来作甚？我又不找你，你们阎王呢？哼，闭关去了。这小老儿不地道，太白来找俺，他居然去闭关了。算了，我去天庭耍耍。他也来找阎王？卧槽，我不会给错人了吧？不对，这个猴子上次大闹地府，阎王大人肯定恨他，怎么可能给他留东西？幸好没有给错。聪明如我。那个白姐，既然王莽还没死，那你看看大汉下一个皇帝阳寿尽了吗？我才是阎王。那你查啊。行了，我看看，都怪阎王把生死不思了，现在查个阳寿还要费点力气。汉成帝刘骜快死了，你们先聊，我让人把他带来。你不能像阎王大人这样吗？哼，要不然他是阎王呢，我只是个鬼差。这女人怎么阴阳怪气的？这嬴政不懂女人啊。白姐别在意，他就这样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哼！是儿，话说你儿子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废物！西汉虽时亡于汉元帝，但是汉成帝才是居功至伟，要不是他，王莽也没有机会。看来情况与我当时差不多。与霍光有点相似，不过这王莽透露着一股子邪性。霍光是忠于大汉的，这点我确信。茯苓重用霍光没什么问题，没有霍光过渡，我也不会那么轻松。那是因为你比较厉害，而这个刘骜，我想大概率是个废物了。汉成帝刘骜荒淫无度，沉迷女色，不理朝政，重用宦官，纵容外戚干政。本就国库空虚的西汉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呵呵，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话：看你起高楼，看你宴宾客，看你楼塌了。而在王莽得势之前，你们起的这个高楼，
早已摇摇欲坠。刘傲呢？怎么还没来？我要剁了他！你磨刀不是要砍王莽吗？我先拿他几刀。白姐，刘傲带刀。行，你们先去忙吧。白姐在地府地位不低呀。哼，看看这不孝子孙，眼眶深陷，目光无神，怕不是死在女人肚皮上了吧？丢人啊！这算什么皇帝？高祖砍了他，剁了他，丢人现眼。可惜鬼不会死，这种沉迷女色的废物，真该剁碎喂狗。放心，妥妥的下地狱，我们不用操心。可以。汉成帝时期，朝局混乱，王莽趁机浑水摸鱼。到了汉哀帝初期，才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出任大司马，妥妥的王莽奋斗史啊！早知道就不看这小子了，脏了我的眼。这不是无聊吗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你们西汉的笑话也不错。想个法子拉使皇帝下台，看着实在不爽。难，先忍着吧，等机会。下一位是汉哀帝刘歆，在位仅7年，享年25岁，想必不用等太久了。猴子成佛，我幽冥不许。大汉毁在王莽手里，他真有这么厉害吗？你们也太高看这个王莽了。我觉得还是掌权者的问题，就像高祖、文帝、武帝，还有刘病已，随便一个，就是10个王莽，也掀不起一丁点风浪。好像确实如此。抛开私人恩怨，就是论事聊一聊。西汉末年，最后几个掌权者一个比一个离谱，对着自家的江山疯狂开炮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猛。你确定你抛开了私人恩怨？可惜了刘病已留下的盛世啊！刘氏是一位平庸的皇帝，优柔寡断，执政16年，宫廷内斗，豪族壮大，天灾频发，根本无法解决。西汉从他开始走向衰败。接手的刘骜就更废了，典型的色中恶鬼，不顾外戚权倾朝野，不管民间怨声载道，心中只有女人，甚至死在了女人的肚皮上。你不要提他，没有最离谱，只有更离谱。汉哀帝刘歆在位6年，别的什么都不说，他居然想把西汉送给自己的男宠董贤。等等，什么男宠？头刘歆带到。挺巧的，刚好聊到他，就交给我，你去忙吧。是。白姐，这地府1天，人间1年吗？差不多吧。汉朝历代皇帝看着刘歆，内心复杂的情绪无以复加。汉武帝刘彻默默握紧了拳头。刘彻，你先别急，我怕你后面受不了。大汉送给他，他敢要吗？西汉他不敢要，但是西汉的国库他敢要啊！哈哈，国家都能送，想来平时送的金银珠宝不少吧？何止是不少啊！王莽抄董贤家的时候，你们猜猜抄了多少钱？100万两。不够。1000万两。还是不够。是皇帝提到国库，那单位应该是亿。对了，光变卖董贤的家产就高达43亿钱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电影电视剧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虽然我不知道43亿是什么概念，但看你们的表情，我十分的好奇，这个董贤到底有多帅啊？俺觉得吧，肯定没有俺帅。小黑，谁给你的自信？俺娘说的。你赢了。疯啊，简直是疯了。对了，你们这个汉哀帝还有一个典故，断袖之癖。何为断袖之癖？难道是我跟小贤贤的故事流传下来了吗？太好了。我不排斥同性恋，但还是听不了这些。一定不是什么好事，拖下去，快拖下去，我不想听。我倒是挺好奇的，不妨说来听听吧。那一日清晨，小贤贤睡在我的怀里，头压到了我的衣袖，我实在不忍心吵醒他，就把衣袖给割断了。我都说了不想听了，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突然觉得刘骜也没那么讨厌了。战国有龙阳之好，西汉有断袖之癖。小刘呀，开放一点，性别也不用卡太死。拖出去，拖出去，受不了了！刘氏、刘骜，
留心天亡我大汉。所以后世总有人说你刘病已，因为偏爱断送了西汉。不对，即便如此，我汉王朝也不是他王莽想篡就能篡的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你们的汉武帝刘彻了。什么鬼？我都死了多少年了，与我何干？你当时埋下了一个伏笔啊！武帝的伏笔，独尊儒术，天人三策。对了，天人感应，君权神授。这小子也太妖孽了，只言片语就猜到了。众人看到嬴政的表情，都震惊于刘弗陵的聪慧。福临，讲实话，要不是你死得早，估计都没我什么事了。我儿命短啊！何为天人三策？董仲舒用独尊儒术教化世人，皇帝都是上天决定的，大家要顺应天道，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。事实证明刘彻是成功的。西汉末年，天灾频发，皇帝又如此昏庸，顺便制造点异象，王莽借机以此为诱，改朝换代。我以为他天衣无缝，没想到最后却留下祸端。父亲，别自责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。西汉的笑话还没完呢，汉哀帝刘看仅仅在位5年，5日后我们再聊。高祖，我想扳倒始皇帝。扳倒嬴政，这个始皇帝处处针对我们大汉，大家不难受啊？要不是那个小孩，我早就揍他了。刘邦看着陷入发呆的刘弗陵。弗陵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们的未来。未来，我们既然都死了，又不想进轮回，是不是应该在地府做点什么？做什么？福临，他们都是神仙，我们就一群孤魂野鬼，又能做什么？我已经拜托文帝出去打听消息了，等他回来看情况再说吧。怪不得这几天没看见人。未来先不说，始皇帝要先处理一下，等瞎阎王出关，到时候你们配合我。好，嬴政你就一个人，可别怪我们以多欺少哦。封印着神秘力量的卡牌啊！我以大魔导师刘秀真名命令你封印解除。什么情况？地府也会地龙翻身吗？算算时间，应该是刘秀开挂了。阎王大人，你出关了。你不是说要逼死关吗？难道有大事要发生？没有啊，我定了闹钟。今天人好齐啊！虾仁看了看整个大殿，刚结束汉哀帝嘛，闹钟稍微定早了点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整个西汉大团圆吧。还是瞎阎王帅啊！阎王大人牛逼，这不是有手就行了。马屁精。汉平帝刘看9岁登基，在位5年，享年14岁，是王莽操控的傀儡皇帝。唯一值得一提的是，登基第2年，王莽改年号元始元年，奇迹般的与国际纪年法接轨。阎王大人，什么是国际啊？对哦，我还没跟你们说，我们所处的星球叫地球，而地球有1.49亿平方千米的土地，3.6亿平方千米的海洋，最多的时候有193个国家，我们的华夏不过是其中之一。那么多国家，早说呀！你怎么不早说？寡人全给他打了。呵呵，这个后面再聊。王莽啊王莽，你究竟是不是穿越者？如此巧合，说不过去啊。对了，阎王大人，那位大人来找过您。能让小白说那位大人的丰都大帝，他找我做什么？对了，郑哥，那本书给他了吗？给了，必须给了。我就知道我没搞错。猴哥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，剩下的你要自己努力呀。阎王大人，福临啊，什么事？对了，上次那位大人来的时候，刘福临建议设立阎王殿分店，来缓解地府的工作压力。那位说可以，让你安排一下。卧槽，不会吧？难道是10殿阎罗？
福灵啊，你觉得设立几个分店比较合适？阎王大人，我做了详细的计划，我觉得分为10店，设立10个阎罗，地位仅次于阎王大人您，让他们各司其职，查生平，定审判，最后进地狱还是入轮回，快速且明了。虾仁看着刘福林，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刘福林 ，Who are you？ 什么油？你家 WiFi 密码多少？Y 什么码？卧槽，吓我一跳！没想到这里的10店阎罗居然是刘福林提出的，真是离谱他妈！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呀！没事没事，嘴瓢了。福林这个提议不错，本着谁主张谁处理的原则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不出所料，虾阎王不喜欢麻烦，只要计划详细，这件事就一定会落到我手里。阎王大人放心，妥妥的。刘邦等汉王朝所有人都面露喜色。计划第1步搞定了，嬴政小儿，你给我等着！吓我一跳，莫名其妙，笑屁啊！始皇帝，接下来该你了。阎王大人，我需要向您借一个人。谁？来了来了，无常首领白小姐。小白不行，他非常重要，我不是。阎王殿需要他。呵呵，我谢谢你，阎王大人。开什么玩笑，小白走了，我不得忙死。你换一个。哼，不对呀，不是嬴政吗？福陵。那起码要派一个有一定经验的人帮我，最好处理过阎王大人的事务。虾仁看了一眼整个阎王殿，当眼光落到嬴政时，郑哥啊！卧槽，牛逼！郑哥，这段时间你配合一下福灵吧。我可以拒。始皇帝可以，不仅代理阎王做得非常好，更是对我们汉王朝照顾有加。有始皇帝配合，我就更加如鱼得水了。等等，你确定说的是我？为什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这个那个，是吗？还得是郑哥啊，心胸果然宽广，不愧是千古一帝。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答应了吗？我特么答应了吗？你就决定了。阎王大人，我们是不是在商？那就多谢阎王大人了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麻烦始皇帝了。爽，太特么爽了！成了为什么有种被安排的感觉？那阎王下次闭关怎么办？放心，这不是还有我吗？后面来的都是汉朝的皇帝，刘邦没什么问题，镇得住。不过嘛，呵呵。虾阎王眯起眼睛看了眼刘福林，算了，没什么影响。来了，王莽，你究竟是不是穿越者？